大家好，我是阿庆，今天要来做一道我们台式的经典甜点，这个东西叫麦仔煎。其实它跟红豆饼、车轮饼它们的配方很接近，差一点点，但是做法完全不一样。一个是走薄皮，一个是走厚一点的皮。那麦仔煎在做法上大致有两种，一种是有泡打粉版本，一种是无泡打粉，那就是用这个酵母。那我今天要来一个大解密，到底煎出来是怎么样呢？那两个版本大致上的比例几乎一模一样，差在酵母跟小苏打还有泡打。好，所以我先来调泡打粉的版本。最重要的面粉，你可以使用两种，低筋跟中筋。如果你喜欢口感扎实、带一点咬劲的，你可以用中筋。那你喜欢绵密一点、松软一点，你可以用低筋。我今天用的是低筋面粉，过筛一下，把粉筛过，等一下拌面糊的时候比较不会起颗粒。再来是泡打粉跟小苏打粉，详细的比例都会在底下的留言处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，一定可以照我的配方做出成功好吃的麦仔煎。再来是糖，我是用2砂糖，如果你要用白糖也可以，就看个人的喜好。搅拌一下，搅拌均匀。这里我补充一下，或许有些人的配方会有奶油啊，或者是奶粉啊之类的。但是如果以真正道地台湾古早味，因为这是一个古早味的点心嘛，基本来讲顶多牛奶，不然就是水。因为在早期其实奶油是很贵的东西，也很稀有。这里我会打蛋，鸡蛋为什么我要这样打？我跟大家讲一下，主要目的是我要把它打到全散，再放下去。因为你整颗打进去，你靠搅拌把它拌到散，它的细致度比较没那么好。好，你们可以试看看我这个方法，打到这样子出水了哈，捞不太起来了。好，鸡蛋倒下来。再来，我是用牛奶，你也可以用水，我是比较喜欢用牛奶的口感。这里的牛奶呢是250cc。好，这个面糊搅拌均匀，像这样子。之后来最后一个，要让麦仔煎它在煎的时候，不管是它的口感，还有刚煎好会酥酥的油很重要。那这个油你就用一般的植物油就好，橄榄油、酪梨油是可以，但是因为这两种油比较会影响到面糊的主体风味，所以就看个人的喜好。油3大匙下去之后搅拌均匀，让油吃进去面糊里面。油下去，你会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事，就是本来你在搅拌的时候，你会觉得这个面糊它的细致度没那么好，在搅拌你会感觉比较重，但是你油一下去之后，你会变得很滑顺，又会亮亮的，这个就是油的作用在这里。好，第一个版本泡打粉版本好了哈，我先倒到另一个干净的玻璃碗里面，先放旁边，让它自然发酵一下。静置20至30分钟，我建议在室温它在发酵会比较快。你如果放冷藏，它发酵时间要延长，所以煎的时候会影响到它蓬松度跟口感，这非常重要哦。再来做第二个版本，酵母粉的，一样低筋面粉，好，过筛一下。我的这个盆子我就没洗了，因为都一样，差在发酵的东西不一样而已。糖。酵母粉，来，这个酵母粉哦，一般超市、量贩店都买得到，你就买速发酵母粉，一样粉类先搅拌均匀，来打鸡蛋，来蛋打到完全散，再来牛奶，油3大匙投下去，搅拌均匀，来一样倒到一个盆子来。把它做一个区分，那一样呢，拌好之后静置在室温20至30分钟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庆，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与爱护，让我在我的料理频道上有更多的创作灵感与进步的空间。现在我要开启会员频道的，我的会员频道内容会跟一般你看到的料理节目不太一样，我会针对一些调味料理做更深度的研究以及解析。如果你是做生意的，或是专业厨师以及喜欢料理的朋友，绝对不能错过咯。好，经过半小时静置发酵一下，面糊都 OK 了。那我今天会做2种口味，其实它里面的内馅口味非常好变化，哪怕你只是加黑糖或者2砂糖都 OK。
我今天要做花生芝麻口味跟红豆口味的。花生粉跟芝麻粉这2个都是炒熟的，来放进来。那糖我喜欢2砂糖的风味，当然看你们要用白砂糖也可以，或糖粉，这里就搅拌均匀就好。那红豆馅的方面你可以到这个超市，它都买得到蜜红豆，或者是烘焙材料行都买得到，市售的回来方便又快速。再来煎麦仔煎哦，一开始锅子呢，你先稍微预热一下，让它有温度。然后这里有个重点煎麦仔煎的油千万不能多，一点点薄薄的一层就好。如果你要吃奶香味重一点的，你就可以这一个环节用奶油。那我用的是一般的植物油，一点点，这个大概是1/3小匙而已。然后拿一个干净的厨房纸巾，你慢慢的把它给推开，等于是刷薄薄的一层油而已。来，我先来煎泡打粉版本的这个面糊我们1匙就好，因为你也不可以太厚，太厚它折不起来，折起来你的料会爆出来。因为我的锅子我没有用到很大，这个属于算是小的梅亚煎。盖上锅盖，盖锅盖大概30到40秒，这全程都是小火不变哦。等一下开盖加料，好来，再来把花生芝麻粉加下来。这个味道可以自己控制，想要吃多少自己加。好，再来再盖上锅盖，锅盖盖上去之后，大概再煎1分钟。来，1分钟时间到，开盖，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快熟了。好，中间对折过来，好，面糊如果你的比例调得好。对折过来之后，它是不会裂掉的。这个时候，火关掉，盖子盖下去，焖1分钟，让它靠里面锅子余温慢慢去煎它。好，焖一下，时间到，开盖，好，可以起来了。因为我的锅子的关系，上面有绕这个形状，很像煎饼，很有趣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就直接切对半了。好，我个人是喜欢馅料跟饼皮大概是2:1的比例，所以我刚刚跟大家讲，我的饼皮的面糊没有倒太多，那有一些可能会比较多，所以比较多的时候，我建议你的面糊糖加多一点，因为我的糖，如果你照我的比例做，我的糖的比例不多，只是微微甜，因为我内馅也会有糖，所以我想要让大家吃起来不要太甜，太甜容易腻。今天的梅亚煎呢，我分享了泡打粉跟酵母粉2种发酵法。那其实2种煎出来的效果都差不多，就看自己的喜好啦。不管你是泡打粉或是酵母粉，只要照着我的比例，您在家里也可以煎出一盘漂亮、好吃又美味的梅亚煎。咱细汉的脆食面梅亚煎，你学起来了吗？明天晚上也把食材买回来试做看看，让您家里的小朋友品尝一下台湾经典传统点心梅亚煎，上菜。